以前在战神3的奥林匹斯山上屠杀众神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些被改编的希腊神话是真有意思啊！要是什么时候能以中国神话为背景做一款类似的游戏就好了，肯定会非常好玩。我相信这样的幻想不止我一个人想过。后来直到2024年黑神话悟空的出现，才真正让无数华语玩家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前不久的科隆游戏展上，游戏科学又释出了他们的最新作品《黑神话钟馗》，这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我看到很多老外 streamer 的 reaction 都是看到游戏科学的 logo， 先是兴奋 Yes! Oh my god! Yes! Let's go! Yes! It's happening! 然后看到钟馗的副标题以后感到疑惑 Black Myth what? Black Myth Zong Kui! Zong Black Myth Kui? 当知道这是一部独立的完整作品时，又发出谁是钟馗的疑问。 Who the hell is this 钟馗？然后他们就开始各种做 research， 各种查资料。虽然说文化输出已经是一个被讲烂掉的话题，但是不得不说，黑神话悟空确实勾起了西方玩家对于中国神话故事的好奇心，这放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的国外玩家开始主动探索这些故事，从悟空到钟馗，从西游记到道教的神鬼体系，这种被改编触发兴趣的过程，体现出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新鲜感。以前我一直想讲讲黑神话，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契机。这一次借着黑神话钟馗的宣布，我想谈谈黑神话悟空发售1年以来对于游戏产业的影响和意义，以及我对黑神话系列未来的展望。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谁能抓住年轻人的注意力，谁就能抓住世界。提到东亚文化，世界范围内人们第一想到的往往是武士和忍者。你不得不承认，日本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力实在是非常的强。而他们的秘诀，在我个人看来，其实就是把枯燥的传统文化转化成或者植入到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文化载体里，比如动漫和游戏。别说外国人了，我自己都是看着日本动画长大的。铁胆火车侠、神龙斗士、七龙珠、美少女战士、银魂、火影忍者等等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日本转向中国，你会发现中国自己的神话故事与传统文化也十分的有趣，却很少以这种直击年轻人兴趣的方式被世界看到。而这也正是黑神话悟空显得格外独树一帜的原因。黑猴刚发售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外国人都在问，这只猴子是谁呀？当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七龙珠里面孙悟空的原型的时候，他们无一不感到十分的惊讶。不过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七龙珠里面的悟空的英文翻译是按照日文的发音音译的，叫做 Goku。而龙珠几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让 Goku 成为了无数人童年和青春的符号。但是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角色的原型其实就是中国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即便他们当中很多人听说过悟空，但是他们也只是把悟空当作 Goku 的另一个版本，却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关系其实是原作和衍生的关系。而正是这种类似的误会，让黑神话悟空的诞生所带来的冲击力显得格外明显。他直接把孙悟空以最本源的形象展现在国际的舞台上，并且第一次通过 3A 规格的游戏把这个角色推向了全球受众，这使得这款游戏在西方玩家眼里显得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这是他们第一次通过西游记的视角去看孙悟空这个角色，而熟悉的则是他们突然发现，原来那个从小就认识的龙珠Goku孙悟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一个更庞大的中国神话体系中借鉴出来的。这种体验就像是他们突然翻开了一本历史书，才意识到自己熟知的角色其实只是一个宏大文化拼图里面的一小块碎片，而这个拼图的完整面貌正是黑神话系列在未来可以持续输出和拓展的价值所在。我看到不少人都不爽这次钟馗新 title 的发布，其实我也能理解，毕竟最后天命人刚刚拿到装备，四妹也还是生死未卜。我们想要听游戏科学把这个故事讲完，但从长远来看，选择优先拓展黑神话宇宙而非局限于单一的西游故事，其实是一种更具长远战略眼光的做法。而游戏科学其实也已经注册了 Black Myth 系列的一众商标，包括中
钟馗、姜子牙、山海等诸多潜在的作品。这说明他们早有构建一个庞大中国神话宇宙的长线计划，有点像过去10几年漫威电影宇宙在无限之战之前慢慢铺开的那个套路。游戏科学的制作人也表示，3部曲会在退休之前做完，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游戏制作的热情，所以真的不必太过担心。我们且给他们一些时间 Let him cook. Let him cook now. Let him cook. 因为以前在魔兽世界里面做成就把我给做伤了，我并不是一个会刻意追求成就或者是奖杯的人，除非一个游戏真的让我十分的喜爱，而且在我的眼里具有纪念的意义，我才会去收集这个游戏的全部成就。目前拿到白金奖杯的游戏只有3个，一个是怪物猎人世界，因为它是我在大屏幕上玩到的第一座怪物猎人；第二个是剑心，它扛起了反对过度政治正确的大旗，必须要支持一下；而第3个就是黑神话悟空，它虽然不够完美，但是就像我在开头说的那样，它满足了我对中国神话3A 游戏的幻想。这种里程碑式的体验，我相信很多玩家跟我一样感同身受，而游戏行业的开发者和投资者们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黑神话悟空在技术层面上给中国游戏产业带来了示范效应。过去中国很多游戏往往因为资源经验或者技术积累的不足，而很难在画面表现、动作流畅度和打击感上达到国际顶尖水平。而黑神话悟空的发布打破了这个局面，直接拉高了国内玩家对国产 3A 的期待，也让国外的玩家意识到，原来中国的游戏工作室完全可以做到媲美甚至超越国际同行的水平。它让所有的投资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欧美的，看到不仅中国的 Gacha 游戏可以挣钱， 3A 大作同样也能挣钱。资本的集中投入确实会有一些劣质产品的出现，可能会滥竽充数，但这并不会掩盖整个行业的进步趋势。这种模式也为高质量游戏的诞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轮爆发式的投资虽然伴随着风险，但最终也会让市场环境更加成熟，让优秀的作品更有机会脱颖而出。玩家在未来会享受到更多优秀的中国 3A 游戏，就比如我非常期待的《影之刃零》这个游戏，在黑猴发售后的这1年里，你可以看到游戏每一次放出的预告片都比之前要有进步，每一次都有惊喜。游戏本身也因为黑猴的成功拿到了大量的投资，开发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另一个我非常期待的中国 3A 游戏叫做《昭和美国物语》。想象一下，一个被日本经济殖民的美国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让11区人民看了都能高潮的故事设定，竟然是中国人做的，有点高保奇人的那个味道，想想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以上的这些例子都在表明，中国的 3A 游戏实际上已经开始发力了，而欧美的 3A 大厂似乎还在原地踏步。The next day， 正如我上一个视频中提到的，西方的 3A 大厂早已被政治正确的思潮侵蚀得太深，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迎合所谓的进步价值观和多元化的议题，而逐渐忽略了游戏本身的核心体验，那就是玩家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富有创意的玩法，而不是被强行灌输的政治立场。与此同时，服务型游戏带来的巨额利润更是让这些欧美巨头彻底的迷失了方向。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季票、道具销售和长期运营的收益，他们沉浸在短期经济利益的甜头当中，渐渐忽视了创新的动力和玩家真实需求的呼声。这种现象使得欧美 3A 大厂如同庞大的游轮，体量越大反而行动越迟缓，一旦航向偏离，想要快速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正所谓船大难掉头，即便现在的大环境已经开始让这些欧美大厂有所改变，但是最终如果想要回到正常的轨迹，也可能耗费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东亚尤其是中国游戏市场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为其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游戏虽然起步较晚，技术积累和经验底子尚不如欧美老牌大厂雄厚，但独有的后发优势使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取前人的教训，从而优化开发流程。黑神话系列的出现是这种趋势的最佳例证，它不仅展示了中国游戏在技术和制作层面的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全球玩家呈现了一种全新的东方视角。许多外国玩家在评价黑猴的时候都用到了一个词，叫做 a breath of fresh air。他们认为黑猴是一股清新的空气，这正好反映出欧美乃至全球玩家对现有大厂创意枯竭的失望。它
他们经历了多年西方题材的重复套路之后，迫切的渴望真正新颖、富有想象力的游戏体验。而以黑神话为代表的一众东亚游戏，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如果中日韩的游戏工作室能够持续发力，形成以东方文化、神话和美学为核心的3A 范式，与西方工业化体系化的路线展开竞争，那么这将不仅迫使那些日子过得太舒服的欧美大厂重新审视自身，寻求创新，也会让玩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更多高质量、创意独特、富有文化深度的作品将进入市场，推动全球游戏生态向更加丰富、创新和健康的方向发展。最终，东西方游戏的竞争将为整个行业带来进步与繁荣，让玩家在享受游戏的同时，也能体验到不同文化和创意碰撞的魅力。Later， 如何既保持商业的可行性，又不丧失游戏作为艺术载体的文化深度，做好这两件事情的平衡，是一个在未来值得所有中国3A 游戏开发者思考的问题。大制作、高投入、标准化的玩法和叙事体系，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带来稳定的商业回报，却往往牺牲了游戏本身的文化内涵和创意表达，让作品逐渐丧失了其独特性，从而沦为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如果中国或者是东亚的3A 游戏开发者也盲目的跟随欧美大厂的老路，那么未来这些本应成为东方游戏骄傲的屠龙者，很可能最终变成新一代的恶龙。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游戏，虽然规模宏大、利润可观，却很有可能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失去灵魂。相反，只有那些能够在商业逻辑与艺术追求之间找到微妙平衡的团队，才有可能让东方文化的精髓在全球舞台上真正闪光。中国的游戏开发者只有不忘记当初为什么做游戏的那份初心，才能长久地让世界看到东方游戏独有的力量与魅力。Anyways， 欢迎收看地主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黑神话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不要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